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今天呢，本来是想聊聊期货的，但昨天晚上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。这个人呢，曾经是我在 Cisco 的同事，现在在英伟达工作。电话里边他有点懊恼，他说昨天英伟达发布的财报明明很好，营收超预期，利润也超预期，我以为它会大涨，结果呢反而下跌了。然后又说，但我还是打算长期的持有英伟达的股票，它的发展会很好，将来肯定还会再翻倍的。我一边听着他在那儿唠唠叨叨，一边呢，其实我脑子里边已经回到了2000年的 Cisco， 因为这两家公司非常像，都是做硬件基础设施的。那个年代的 Cisco 呢是绝对的顶流的科技公司，它的地位非常像今天的英伟达，互联网高速发展，全世界都在抢购 Cisco 的设备，就像今天的市场在抢购英伟达的显卡一样。公司股票的总市值一度排名全球前3，甚至超过了微软。公司给每一个员工配备了金卡信用卡，打车吃饭全都报销。有人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，直接拿着这张信用卡支付了自己的房子的首付款。那个时候 Cisco 内部的员工都觉得 Cisco 股票会永远的涨下去，因为股票每天都在涨，代理商追着销售去订货，供不应求。你会感觉它没有理由下跌。但我有另外一个同事，他几乎是在股票的最高点把手里的股票全都给抛了。卖完以后呢，因为当年上海有一个政策叫做买房退税，他又把这笔钱换成了上海的房产。这个简直是一笔神操作，让这个同事后来彻底财富自由了。而刚才打过来电话的那位同事呢，他那个时候就是那批公司发展很好长期持有的人。再后来呢， Cisco 从最高点跌了将近 80%， 然后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我们再回到那天晚上和同事的那个电话，后来呢，我们通话结束以后，到了晚上大约11点的时候，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左右，我把一张图发给了那个朋友，就是这张图。96年到2002年的 Cisco 和2020年到现在的英伟达的对比图，橙色线是英伟达，蓝色线是 Cisco。你会看到两条线上涨的走势非常的相似，两家公司都是一路的高歌猛进，不同点在于后半部分。 Cisco 从最高点一路跌了下来，而英伟达呢2026年的3月1号现在还处在这个最高点。英伟达之后的情况我们现在还不知道，我把这张图后来发给了那个朋友，然后呢马上关机睡觉。第二天早上，南半球的早上7点，北半球的凌晨2点，我刚开机没一会儿，那个朋友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他说你这个也太坏了，发这么一张图给我，你就是故意的，不让我睡觉。我跟他讲，你不要太在意，也许呢这个只是一个巧合，但我心里真正想说的是，这个看起来它其实不像巧合。 Cisco 和英伟达本质上是同一类的公司，都是卖铲子的公司。淘金热里边真正稳赚的往往不是淘金的人，而是把铲子、帐篷、马车卖给矿工的那一批人。这句话呢大家可能都听说过，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它的后半句。当淘金的人不再需要铲子的时候，那一天卖铲子的人比任何人都跌得要惨。但今天的这期视频呢，我不是只想聊英伟达，我想聊一个更大的问题。财报好不等于股价安全，关键是这家公司能不能把 AI 创造的价值留在自己的利润表里边。这个问题呢，我们今天用微软来把它讲清楚。在讲微软之前呢，我们先回到150年前的美国，看一件真实发生过的事儿。1860年，美国爆发了一场铁路的建设狂潮，铁路彻底改变了美国。原本需要几个月的货运变成了几天，原本相互隔绝的市场第一次被连接在了一块儿，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出现了指数级的增长。这个是真实的技术革命，没有任何的夸张。于是呢，全美国的投资者都争着去购买铁路公司的股票，逻辑非常清楚，铁路这么重要，铁路公司一定会赚大钱的。结果呢，绝大多数的投资者都亏了钱。19世纪末，美国爆发了多次的铁路公司的破产潮，那钱去哪儿了呢？
都流向了用铁路货运的制造商，因为运输的成本下降了，利润率上升了。还有就是铁路沿线的地主，因为地价上涨了。最后是消费者，因为商品更加便宜了。铁路创造了巨大的价值，但这个价值呢，没有留在铁路公司里边，它像水一样渗透到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各个角落里边。建铁路的人呢，挖了一口井，喝到水的是所有的人，建井的人反而没喝到多少。经济学上，这个叫做价值外溢，技术越强大，价值外溢往往就会越严重，因为强大的技术会同时降低所有人的成本，而不是把好处都锁在了某一家公司里边。现在我们回到今天，微软过去1年半的时间在 AI 上投了多少钱呢？2025财年的上半年，资本开支超过了720亿美元，主要用来建设数据中心、算力基础设施和服务器。这个相当于在挖一口巨大的井，然后这口井里的所有的算力被用来干什么呢？被 Anthropic 用来训练了 Cloud， 被 OpenAI 用来训练 GPT， 还有就是被各种 AI 创业的公司用来构建他们自己的产品。然后这些产品呢，拿着微软花钱建好的算力，开始和微软的产品竞争。Cursor 在和 GitHub 的 Copilot 竞争， AI 原生的办公工具在和 Office 365竞争。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画面，微软花了几千亿去挖井，最大的受益者不一定是微软。市场对这件事呢已经开始打问号了。今年1月28号，微软的财报出来，它的 Cloud 增速从 40% 放缓到了 39%，AI 投资继续创新高，但云业务的增长在减速。所有的市场得出来一个结论，这口井挖得太贵了，水还没有出来。结果呢是股价盘后暴跌将近 10%， 但这个还只是第一层的危险。第二层危险更加根本，微软传统的护城河是 Office、Windows， 你的文件、工作流全都在微软的生态里边，很难被换掉。这种护城河呢，经济学里边管它叫做转换成本，换掉它太痛苦了，所以你只能继续付费。但 AI 正在悄悄地消灭这个护城河。以前你需要自己去学 Excel、PPT、Word， 然后呢，你才能做数据分析、演示什么的。现在呢，你只需要告诉 AI 你想要干什么 ，AI 帮你自动的生成。工具本身的学习壁垒正在下降，当工具越来越可以互换，微软呢就越来越容易被摆脱。所以微软面临的是同时来自2个方面的夹击，一边呢是建井所花的钱越来越多，但节流的水越来越少；另外一边呢是原本坚固的护城河正在被 AI 给慢慢的给削弱。这不是说微软会马上倒闭，微软仍然是一家非常伟大的公司，它有足够的资源和时间来应对。但市场问的不是说微软会不会倒闭，市场问的是你花了这么多的钱，你能赚回来多少？你赚回来的速度够快吗？这个问题目前没有人能给出一个让市场满意的答案。微软的故事呢是挖井的人接不住水， IBM 的故事呢是护城河突然消失了，突然不见了。这2件事本质上是同一个框架的2边。上期呢我们讲了 IBM Anthropic 发布 Cobalt 迁移功能， IBM 的股价当日立即暴跌。如果你没有看到上期，一句话总结下来就是 IBM 靠的是客户的系统太复杂，自己搞不定来收费。 AI 呢把这个复杂性给大大的简化了， IBM 的核心商品就不那么值钱了。但 IBM 它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，因为这个背后它有一个规律，凡是靠信息不对称再加上技术的复杂性收费的行业，都会被 AI 系统性的给打破饭碗。目前呢，至少有3类的公司正在慢慢的被 AI 给消灭。第一类呢是 IT 的咨询公司，艾森哲、Cognizant、Infosys， 商业模式和 IBM 的本质上是一样的，客户搞不定，只能花大钱来请外面的顾问。第二类呢是功能单一的 SaaS 软件，以前你买软件是因为它帮你解决具体的问题，管理客户的关系，管理项目，处理财务的报表。现在呢，你可以直接告诉 AI， 直接来问 AI，AI 呢就直接帮你处理了。我以前用 Xero 软件来报税，现在呢用 Cloud Cowork
根本就不需要 X0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年软件板块整体跑输大盘。一个追踪软件股的 ETF 今年已经下跌了将近27%，功能越单一，被替代的风险也就越高。反过来呢，那些深度嵌入企业核心流程换起来极其痛苦的软件，比如说 SAP、Oracle， 短期内相对安全，但这个也只是时间的问题。第三类呢是网络安全的公司。上周 Anthropic 发布了 Cloud Code 的安全扫描功能， CrowdStrike 单日暴跌 10%，Zscaler、Fortinet 集体暴跌，逻辑呢和 IBM 一模一样。以前漏洞检测需要专业的安全团队，人力成本非常高。现在呢 AI 可以自动扫描代码漏洞，自动生成修复的建议，这些公司的部分的收入来源被直接给威胁了。这三类公司的市值加起来要几万亿美元，他们被重新定价，不是因为公司变差了，而是因为他们的护城河技术的复杂性正在被 AI 系统性的给填平，价值没有消失，它只是流走了，流向了那些直接使用 AI 工具的企业，流向了最终的用户。在铁路的时代呢，价值从铁路公司流向了制造业； AI 的时代呢，价值从靠复杂性收费的中间商流向了直接用 AI 干活的人，中间的那一层给压扁了。这个不只影响公司的利润表，影响到我们每一个普通人。我在 Cisco 和 AWS 工作过，身边有大量的工程师朋友。过去1年，我观察到一件事，初级程序员的市场正在快速的萎缩。以前一个项目需要5个初级工程师，现在呢，1个高级工程师在外加 Cloud Code 就够了。微软、Google、Meta 过去2年裁的主要就是这些初级和中级的工程师。IT 行业是过去20年中产阶级最重要的上升通道，如果这条通道开始收窄，它对年轻人的就业预期、对消费能力，最终呢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会慢慢的传导出来的。这是价值外溢的另外一方面，不只是公司股价在重新定价，连劳动力市场也在重新定价。这个话题呢，我们找时间可以专门的去聊一聊。今天呢，先把它放在这里，作为一个提醒。好的，框架讲完了，案例也讲完了，现在呢，回答一个更实际的问题：如果价值不留在挖井的人那里，不留在靠复杂性收费的人那里，那它去哪儿了呢？主要有3类人。第一类是工具的制造者，比如说 Anthropic、OpenAI 这类的公司，他不用自己去建设数据中心，而是用别人的算力制造工具，直接向用户收取最终的使用费。他们更像铁路时代的机车制造商，不是靠铺铁轨来赚钱。当然呢，这类公司目前大多是私有的，普通投资者很难直接参与。第二类呢，用 AI 降低了成本的行业。铁路时代真正赚钱的是制造业，因为运输成本下降了，利润率上升了。AI 时代同样的逻辑，哪些行业因为 AI 的出现，成本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呢？医疗诊断、法律文件处理、会计审计、内容生产，这些行业的人力成本正在被 AI 系统性的给压低。率先用 AI 重构成本结构的公司，利润率会大幅的提升。第三类是护城河不依赖技术复杂性的资产。AI 正在系统性的摧毁什么呢？技术复杂性的护城河。IBM 的 COBOL 的壁垒是这种，很多 SaaS 软件的技术门槛也是这种。我们的系统很复杂，你离不开我们。这句话在 AI 的面前越来越站不住脚了。但还有另外一种护城河，叫做共识性的护城河。它的逻辑不是说你搞不定这个技术，而是全球几亿人共同认可这个东西的价值。这种护城河 AI 很难直接攻破。你发一篇博客可以让人们重新来评估 COBOL 迁移的成本，但你发一篇博客改变不了几亿人对某种价值共识的认定。在 AI 系统性的侵蚀技术壁垒的时代，真正的稀缺是那些把护城河建立在共识上的资产。好的，今天呢，我们讲了一件150年前发生过，但今天仍然在重演的事儿。铁路彻底改变了美国，但铁路公司的投资者大多数是亏了钱的。AI 呢，也正在彻底改变世界，但那些花了几千亿建设 AI 基础设施的大厂，能节流多少价值呢？市场正在打问号。微软1月财报暴跌， IBM 2月暴跌，表面上是2件不同的事情，但放在铁路悖论的框架里边，
他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。建设井的人不一定是喝水的人。这个不是说 AI 不好， AI 是真实的生产力革命。这个也不是说微软会倒闭，微软还是一家非常伟大的公司。但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，你需要问一个更深一层的问题： AI 创造的价值最终会流向哪里？搞清这个问题呢，你对 AI 时代的很多投资逻辑会有一个全新的理解。好的，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请点赞并订阅频道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